經歷完一場慘敗之後，綠軍返到主場迎接勇士嘅挑戰，到底佢哋可唔可以捍衛到自己嘅主場呢？而勇士方面又可唔可以再下一城，重奪主場優勢呢？我哋今日就嚟一齊睇下綠軍對勇士 Game 3嘅戰況。NBA 總決賽 Game 3移師到去綠軍主場館 TD 花園進行，綠軍首握一場勇士主場迎接來勢洶洶嘅勇士。比賽一開始，卡波隆尼就強攻外線，為勇士先拔頭籌，但綠軍好快就憑住 Jaylen Brown 同埋 Al Horford 嘅3分取得領先優勢，而 Jaylen Brown 更加狀態火熱，單場就攞到17分、5個籃板、3個助攻嘅成績，並且單節射入3球3分，為綠軍攞到最多15分嘅領先優勢。第一節結束，綠軍就以33-22領先勇士。進入第二節初段，綠軍仍然佔據上風，其中 Jason Tatum 更加連得8分，助綠軍更取得17分嘅領先優勢。但勇士就有住 Andrew Wiggins 同埋 Klay Thompson 跳出嚟追分，更成功打出一波10-0嘅攻勢。但呢個時候 Jaylen Brown 又再跳出嚟，一個入樽，1球3分，為綠軍穩住局面，並且以68-56領先勇士12分，進入下半場。下半場一開始 ，Curry 就不斷喺外線開火，助勇士將比分逼近到去個位數嘅差距。佢呢一節唔單止攞到15分，仲曾經完成咗一次嘅3分and one，更加捉到 Al Horford 嘅1級惡意犯規。到咗中段，勇士就突然發力打出一波12-0嘅 run， 喺一瞬間就反超綠軍。不過綠軍都冇亂起嚟，憑住 Marcus Smart 同埋 Jason Tatum 嘅發揮，為綠軍止血。而 Grant Williams 嘅3分亦助綠軍以93-89領先勇士進入第四節。到咗第四節，綠軍就以一波9-2嘅攻勢重新確立領先嘅優勢，並且防守再度上力，令到勇士點攻都攻唔入。雖然 Jordan Poole 同埋 Andrew Wiggins 嘅發揮都助勇士能夠咬實比分，但係綠軍喺關鍵時刻不斷命中外線，就為佢哋斷定勝局。而勇士亦隨住 Draymond Green 6犯畢業，亦令比賽失去懸念。最後綠軍以116-100喺主場擊敗勇士，大比分以2-1領先。下場將繼續喺綠軍主場進行，對於勇士嚟講，更加係關乎生死嘅一戰。其實經過2場之後，雙方嘅打法都已經逐漸明朗化，大家嘅部署都唔會有啲咩大改變。而家要比嘅就係細節嘅執行力、教練嘅臨場應變、攻擊對方嘅弱點、球員嘅拼勁，甚至係天賦。而從呢一場嚟睇，綠軍進攻方面依舊係追住 Curry 嚟打，只要 Curry 去到邊，佢哋嘅進攻就會去到邊。雖然明知 Curry 嘅防守已經今時唔同往日，打佢嘅效能都未必會好好，但佢哋都期望住依靠進攻嚟消耗 Curry 嘅體力。今場更加成功令佢過犯前身，亦係勇士其中一個落敗嘅原因。而面對住上場勇士唔夾擊雙 J， 以單防守雙 J， 放任佢哋單打嘅策略，令到 Tatum 等人嘅單打都變得更多，角色球員嘅參與度都變得比較少，結果就造成咗只有雙 J 得分嘅局面，最終就令到勇士嘅防守策略成功。而喺今場一開始，除咗雙 J 之外，其他角色球員嘅出手都更加之堅決，可以睇到 Al Horford 更多低位單打，可以睇到 Marcus Smart 更多向內線打。而縱觀綠軍全場嘅進攻策略，都可以睇到佢哋更多衝擊籃底，減少3分出手，只要能夠持球嘅都衝入內線，不斷利用身材嚟衝擊對手。3分強行投射就交俾雙 J， 其餘嘅人多數嘅3分都係空位先至出手嘅，而且不斷衝擊內線亦可以避免到因為射失3分而出現嘅 long rebound， 變相就令到球員可以實實在在利用身材、利用身高卡位搶板，名副其實就係將比賽拖入肉搏戰。佢哋終於真真正正咁樣打勇士整體身材較差呢個弱點啦。正所謂一寸長一寸強，綠軍由正選到後備，基本上每個位置都係比勇士高嘅。即使佢哋打起小陣容，最矮嘅都已經係6尺3嘅 Marcus Smart， 其餘嘅身高都已經大概喺6尺6至6尺9左右。反觀勇士嗰邊嘅小陣容，最高嘅已經係6尺7嘅 Andrew Wiggins， 就使佢哋保護籃板嘅能力不足，咁樣就使佢哋可以出錯嘅空間都比較少。
體型較大嘅嗰方，即使射失，佢哋都有能力搶翻，變相投射嘅壓力都冇咁大。今場綠軍搶到47個籃板，比勇士嘅31個多咗16個，佢哋其中更加搶咗15個進攻籃板。除咗令到綠軍可以得到更多嘅2次得分機會之外，更因此減少咗勇士能夠打反擊嘅機會。而其實綠軍今場防守策略方面都有輕微嘅調整嘅，最明顯嘅當然係喺佢哋守擋拆嘅時候，內線會採取沉退，並且利用身高手長，伸手稍作干擾，外線就會更努力去逼過掩護追防。無論係面對 Curry、Jordan Poole 定係 Klay Thompson 都係用呢個策略。當然，大家包括我在內睇嘅時候都可能會認為佢哋咁樣防唔係會俾 Curry 等人有空間進行投射咩？但諗深一層，佢哋可能其實係想保護內線，以免被勇士內外開花。試諗下，當打五小陣容嘅時候，內線俾人換咗出去，縱使佢哋稍為能夠跟得上後衛嘅速度，但係靈活性始終都差緊啲噶啦。佢哋其實都有好大機會會係被逼開嘅，到時內線就會處於不設防嘅狀態。保又可能漏3分，唔保又可能被直接得分，所以佢哋就賭一賭，希望勇士嘅3分未有咁快着火，同時進行保護內線。就上半場嚟講，確實係得到一啲效果嘅，勇士嘅突破都頻頻受阻，內線嘅得分都唔多。只不過到咗下半場，勇士喺 Curry 嘅帶領之下集體着火，不斷顏射綠軍防守球員，就令到綠軍喺第4節再度重回提高防線嘅節奏，同時換上 Marcus Smart 去守 Curry， 加強對抗嘅強度。喺已經消耗咗整場嘅情況之下， Curry 最終都係倒下，勇士亦集體卡彈，將勝利拱手俾咗綠軍。下一場將會係勇士嘅生死戰，再輸嘅話就會形成1-3嘅局勢。歷史上亦只有當年擊敗73勝勇士嘅騎士能夠反勝嘅啫，因此勇士都可以話係許勝不許敗。雖然勇士喺經驗同埋技術方面都更優勝，但面對住身材同埋天賦都更強嘅綠軍，都唔見得能夠佔到啲咩便宜。正所謂盲拳都打死老師傅，面對年輕綠軍嘅衝擊，勇士更要表現出作為老將嘅堅毅，冇輕易俾後生仔打殘，為球迷帶嚟更多好波。唔知大家又點睇呢？歡迎留言一齊討論。為咗支援受 YouTube 審查機制影響嘅創作者，會員已經開放加入 Channel， 需要大家嘅支援。有能力嘅可以加入會員，唔想被 YouTube 抽佣都可以 PayMe 支持。唔方便嘅都可以訂閱、讚好，並且 share 條片出去，等更多人知道 Channel 嘅存在。同時亦記得支持其他香港嘅創作者啦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歡迎留言討論，記得支持我哋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